嗨，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最近我又在五角大楼的档案里发现震惊的事情。之前档案里面的影片，各种的 UFO 啊，他们其实都是外星人的小型侦察机，而他们其实都是来自于外星的母舰。而这种母舰在吠陀经文和圣经里曾经都描写过神之城，一种在天上飞行，长完都是几百公里，高达2000多公里的一种巨型的外星人母舰。我本来以为这都是神话传说，但是自从我看到了五角大楼公布的FBI 的这个档案号以后我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古代经文说的都是真的，这些天上飞的巨大的城市，他们都是外星人的母星级战舰，而且他们告诉美国政府，如果你们想见我们的战舰将同时出现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所有人类都将看到我们。关于外星母舰的事情是在 FBI 档案里面一共有11页，分成3个文件，完整记录了 FBI 和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的调查过程。1954年7月29日，美国海军航空局安全官员约翰·哈特森和 LT 麦奎斯顿中校，他2个人向 FBI 提供情报，要求 FBI 前往美国缅因州的一座小镇调查一名叫做 Frances Swan 的女士。这个女人曾经找到一名退役的海军将军，叫做 Herbert B. 诺斯将军告诉他，外星人正在通过心灵传输给我传递大量信息，事关人类的命运，你一定要听一下。这位退休的海军上将亲眼见识了 Frances Swan 的能力之后感到非常震惊，立刻就写信给海军情报办公室 ONI， 要求他们协助调查。但是这个海军情报办公室拿了这个信一看这个是外星人，太玄幻了除非有确凿的证据，否则我们无法介入。这个飞碟的事情应该归海军航空局管。然后他们就开始踢皮球。这个航空局一听觉得这个事也是十分的蹊跷玄幻，但是毕竟也是一件奇怪的事儿，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他就派了这个约翰·哈特森和麦奎斯顿这2位海军的航空官员，带着 FBI 一起前去调查。于是1954年7月24日，海军官员 FBI 特工还加上了一位物理学家，是加拿大的，叫做 Wilbert Smith， 他们就一起开车去了缅因州一个叫做 South Berwick 小镇。他们都想亲自见识一下斯旺夫人是如何跟外星人沟通的。由于这个整个过程十分诡异，他们在这个小镇里就进行了长达3天的近距离调查和访谈，直到26日才离开。他们在斯旺太太家里到底发现了什么外星信息？而这些外星人，他们是好的还是邪恶的？有些邪恶的组织会不会在暗影里面监控我们的生活，控制我们的手机，窃取我们的隐私？不用怕，快打开 Surfshark VPN， 把我们的隐私全部保护起来。Surfshark VPN 使用世界先进的加密演算法，一个账号全家的手机、平板、笔电数据都可以加密，无论骇客还是网络供应商都无法窥探你的 IP 地址和浏览记录。使用公共 WiFi 操作券商、银行账户和输入密码，超安心。最厉害的是，用 Surfshark VPN 还可以随意切换全球140个地区的 IP 地址，这样就可以解锁因地区限制而无法看到的在线影片，甚至可以享受机票、酒店、各种 APP 的全球最优惠价。我最喜欢的还有 Surfshark Alert 功能，如果你的电邮、信用卡信息出现在暗网资料库， Alert 会马上通知你要赶紧修改密码或者销户。Surfshark VPN 物超所值，只要一个账号，不限使用装置数量，等于一个人买，全家人都可以享用。现在点击影片下方说明栏的专属链接 surfshark.com/Nicholas Young， 使用优秀天的团专属优惠码 Nicholas Young， 马上就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赶快和团长一起订阅 Surfshark VPN， 保护好全家的个资隐私。感谢大家。回到今天的故事里， FBI 的档案里是这么记载的：斯旺太太家境算中产，住的是非常普通的房子，家具水准甚至比中产还低一些。斯旺太太最多高中文化，搞不好连高中都没有读完，而且她是一个心思非常简单的人，信教，爱读圣经。所以这个斯旺太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镇中年妇女。就是这个中年妇女，有一天她就突然走到了邻居门口，而非常巧的，她这个邻居是美国海军退役上将，叫做 Herbert Knowles。 他就敲了他的门说，上将，飞碟是来帮助人类的。这个上将一开始就觉得好笑，以为斯旺太太是在开玩笑，但是斯旺太太接下来说的话就让他再也没有笑出来。他说，最近每天3次，他的左耳朵都会响起一阵剧烈的嗡嗡声。他说，那种不是一种耳鸣，而是外太空的人在接通电话，而他就是地球的接线员。笔录中记载，斯旺太太说，
太空人能借用我的眼睛和耳朵看世界。所有对话，他们都由一种机械装置录下来。死亡太太的奇幻经历它所有的起点都是发生在1954年的5月27日深夜。就在她刚要入睡的时候，她的左耳朵就突然发出一种尖锐的嗡嗡声，不是耳鸣的那种微微的声音，而是一种特别难以形容的，好像电话接通时候的那种电子杂音。FBI 调查的时候发现，死亡太太的丈夫和女儿也能听到这种声音，但是家里只有死亡太太在听到这种声音之后，就会开始做一种诡异的行为，开始写字，而且是不停的写。根据 FBI 和海军官员的观察，档案中是这么记载的：死亡太太没有任何主观努力的情况下开始自动书写，她坐在那里，一次连续不断的写，可以写4到5个小时，而且丝毫不觉得疲倦。死亡太太的表层意识是被完全剥离或休眠的，她不是在听写外星人的话，也不是在进行某种文学创作，而是一种思想控制，直接接管了她的运动神经中枢。一旦她的左耳听到那种代表接通的嗡嗡声，她的手就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机械终端。因为没有经过大脑主观意识的思想与加工，她的大脑无需消耗能量，所以死亡太太可以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一次写4到5个小时。看到这里我就想到，那古代的先知们刷刷刷的写什么摩西五经，写什么摩诃婆罗多的几百万字的，他们到底是怎么写的？说不定就是像死亡太太这种的无意识被操控的写出来的。但是这个死亡太太她到底写了什么？在报告中记载的内容已经超越了这个家庭主妇的理解，甚至超越了美军和 FBI 的理解范畴。这个死亡太太写的文字，它是来自2艘宇宙级战舰的指挥官，一名叫做阿法，来自天王星，指挥的飞船是代号 M4， 另外一个指挥官叫做 Ponar， 他是来自一个叫做哈坦的星球，他的母舰代号叫做 L11。 大家听到这里你不要以为这是玄幻的它都是在 FBI 档案里面。接下来记载就更加震惊了，这个死亡太太描述这2艘飞船 M4 和 L11， 它非常巨大宽150英里，长200英里，高100英里，换算成公里就是它是长322公里，宽241公里，高161公里。这个数字有多大？整个台湾岛从北到南也只有294公里。所以这2艘飞船一旦飞起来，在天上它就是2座台湾岛大小的庞然大物在天上飞，遮天蔽日。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文明等级的差异我们都是无法理解的。档案中还接着记载，这2艘飞船 M4 和 L11 内部还装了许多母船，这个母船大约是150到200英尺长，和地球的航空母舰差不多，而这种母船大约有5000艘。所以这个档案的意思就是 M4 L11 它们不是飞船，而是飞船的母港，在这个母港里面还有航空母舰，而这些航空母舰派出来的小的侦察机就是我们平常看的那种小的 UFO。 而这个母港级、母星级的这种战舰，它是漂浮在太空里的母舰战斗群基地，一座移动的星际军事要塞。这种级别的母舰在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圣经中都有记载，我在后面会详细讲解。现在的问题是，外星人驾驶这种母舰来到地球，目的是什么？死亡太太在进入通信状态的时候，自动写下了以下文字：我们来地球是为了阻止你们用原子弹氢弹自杀，每一次核爆都在撕裂环绕地球的磁场力线，再这样下去，连宇宙的断层线都会断裂。我们此刻正在太平洋里作业，修复这些断层。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目前也是在看这个五角大楼档案，继续寻找答案，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线索，具体内容会放到会员频道。今天的重点还是先讲一下死亡太太和外星母舰的故事。接着开头提到的海军官员 Hutson 在旁边就看着这个死亡太太写字，他心中突然有个疑问，想测试一下他是否是真的和外星人沟通，还是他自己瞎写的。档案里就记载，他们围坐着亲眼看着 Francis 死亡太太在纸上写字。为了测试真假， Hutson 故意提到一个问题，让 Francis 转达给外太空。结果死亡太太还没有开口传达，笔尖就已经开始在纸上写答案了。这意味着对方根本不需要 Francis 转达，
它能直接通过 Swanton 的大脑读取信息。最后，档案里面还补充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所有的对话都会被外太空的人记录下来。这个时候，另外一位加拿大的物理学家就提出，1954年8月1日，我们可以用高频无线电和你们进行沟通吗？这个外星人就平静地回复说，我们的飞船会飞到距离加拿大渥太华100英里以内，方便你联系。这个听起来像小说或者是科幻电影，但是我找到了一部纪录片，里面有证人记载了当时会面的经过，之后还说军方雷达在约定的时间对渥太华上空进行扫描，结果突然雷达全部失灵。 The group moved to the window where they supposedly observed a UFO. I was told that a call was made for radar confirmation. The reply came back that that particular quadrant of the area was blanked out on radar at the time. 接着，死亡太太的邻居退役上将也开始追问了一个问题：我们之间可否进行一次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听到这个问题，死亡太太就开始写，然后大家一下就震惊了，因为外星人开出了一个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条件。他写道：地球这边能否保证我们的安全？如果可以，我们将派出一整支由5000艘铃铛型飞碟组成的舰队，一齐现身。这些飞碟将在1954年8月下旬出现在世界许多国家的上空，而且飞得会非常低，低到地面上的人能直接看见他们，飞碟上的人也能看清行人的脸。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外星人会这么说？我读了以后觉得他这个非常有哲学道理啊，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对话的外星人他不是普通的游客，而是外星母舰级战舰的指挥官，所以他说话的时候都是从战争和战略的角度出发的。而这些话他不是一个家庭主妇能想出来的，所以它体现的是一种外星人压倒性的绝对力量。这个指挥官的意思是，要见面要接触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来就是5000艘战舰同时现身，这5000艘战舰不是展示，而是我们实力的亮牌。他在告诉地球，我们能做到这种规模的现身，那就意味着我们也能做到这种规模的别的事情，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啊。见了面以后，我们后续要谈的一些讨论都需要你们在这个认知框架下进行。你们人类是要俯首称臣，还是要怎么样都要仔细想清楚。这个就是这个外星人的战略意图。而且5000艘外星战舰在全球同时现身，这个条件和当时人类历史背景是密切相关的。1954年，美苏还在冷战之中，随时可能爆发核战。这个外星人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现身，你们必须保证我们的安全，不能我们在美国现身却被苏联给打下来。所以你们人类想见我们，必须自己先停火，必须共享情报，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协调，整个人类要成为一个整体才有资格和我们接触。这个其实就是在测试人类文明的成熟度。如果一个种族就像我们人类一样的，连自己都管不好，天天喊的1战、2战、3战、冷战，这种文明它是没有任何资格坐上这个星际联盟的谈判桌的。要加入星际联盟，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个地球就要统一起来所有人的意识都要提高。接着这份记录到此就结束了。文件后面就是记载的他们的流转记录。1954年8月9日 FBI 局长 J. Edgar Hoover 他亲自签名，然后将档案转给了美军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 OSI， 同时抄送了陆军 J2 情报部门，还抄送了海军情报办公室。胡佛在文件的结尾就写了一句话本局 FBI 对此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管不了了，太玄幻了。FBI 管的是国内的犯罪，搞不定宇宙外星人，打飞碟的事情还是由你们陆军、海军、空军3大军种你们自己去研究吧。但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加拿大物理学家史密斯回到渥太华之后，真的进行了无线电的实验，但是大家都不相信他，但是他自己相信自己是真的接收到了这个信号。至于在1954年8月底外星人说的这5000艘飞碟有没有出现在世界各国上空并没有。但是奇怪的是，在那一年8月，全美国 UFO 目击报告数量达到了整个50年代的最高峰。我之后会在会员节目里面给大家讲解一个更加诡异的接触故事，
同样发生在1950年代。在1950年，好像外星人都在疯狂地寻找人类，向人类传递什么信息。在档案里的这2艘战舰 F4、L11， 它们是长300多公里，高161公里，它的高度是喜马拉雅山的18倍。如果按体积计算，可以装下大约62亿艘福特级航空母舰，就是这么震撼啊！这个数字都是人类无法想象的尺度。但是，就是这种人类无法想象的这种尺寸，古印度早就有描述，在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吠陀经都有记载，叫做 Pushpaka 和 Sauba。在罗摩衍那战篇于达堪达第121章，罗摩接待了罗伯纳之后，登上了一座被称作 Pushpaka 的飞船。经文里面是这么写的 ：Behold， 看啊，长有宽广眼睛的西多啊，请看这 Pushpaka 空中战车，它的庞大如同冈仁波齐神山的山峰。这是我兄长巨毗罗的杰出天界载具。我杀了罗伯纳之后，把它夺了回来。它是神圣的，燃烧着如同烈火一般的光辉，以思想的速度飞行，能去到任何主人意念所及之处。大家看啊，这座天神的飞船天空战车叫做 Pushpaka Vimana， 飞到天上好像喜马拉雅山的神山冈仁波齐山峰一样，通过驾驶员的意念飞行，而且飞行速度快的一眨眼就可以飞到宇宙的任何地方啊，像思想的速度一样。接着在罗摩衍那妙宴篇孙达拉堪达第7章，猴神哈努曼潜入兰卡岛侦察的时候，第一次就看见了停泊在罗伯纳宫殿里面的普什帕卡。他望见那艘名为普什帕卡的伟大空中战车，镶嵌着各种宝石，装饰着青金石，内部配备着金银与黄金打造的舱室，船内还环绕着花园和亭台楼阁。它的厅堂迷人的就像梵天居所本身，它发光如同太阳，移动时发出如同云层的巨响。在罗摩衍那战篇第123章，罗摩率军返航的描述里，就写到这个普什帕卡升空的时候，体积能直接遮蔽天空，犹如一座漂浮的须弥山压下来。而且这座飞船大的可以装下好多人啊，几十万人的。它是先装了罗摩、西多还有克拉什曼3个人，然后又把史诗中的所有的军队啊，还有那个猴军几十万人全都装进去了。那问题来了，这些巨型战舰是不是人类造的啊？并不是，这个也在罗摩衍那里面写到了，它是罗刹一族啊，就是蜥蜴人造的。而这个蜥蜴人的王，罗刹之王就叫做罗伯纳。经中是这么写的：那座形似太阳属于我兄弟的普什帕卡维曼纳是由强大的罗伯纳带来的。那空中且出色的维曼纳飞船随心所欲的移动，那辆战车像天空中明亮的云朵，国王登船，拉吉拉指挥的优秀战车升入高空。我在以前的节目中都提到过，在上古地球中出现的史前文明中，绝大部分的高科技很可能就是罗刹一族造的蜥蜴人。这一点在印度的巴拉巴尔洞窟中有详细的印证。罗刹、阿修罗、夜叉，他们都是类似的种族，被称为天界的工程师。吠陀经文都这么写的。在湿婆往事书施瓦普拉纳里面就记载了，地球上空曾经出现过3个巨大的宇宙飞船，就叫做 Tripula 3飞城，它们就在地球的轨道上围绕着地球运转。这3座城市分别由黄金、白银和钢铁建成，由恶魔建筑师玛雅所造，每一座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有宫殿，有花园，有居民。他们能在3界之中随心所欲地移动，只有当他们每隔1000年对齐一次时，才有可能被摧毁。这个3飞城是阿修罗工程师玛雅为了3个阿修罗王子建造的，前后耗费了1000年的时间。建成的这3座飞城，一座纯金运行在天界，一座是纯银运行在空中，还有一座纯铁是驻扎在地球的表面。经文中就记载，来自各地的阿修罗纷纷涌入3飞城里定居。在经中记载，这3个飞城是在太阳系里绕着这个地球飞转的，而且他们是每过1000年才会在太空的同一轨道上连成一条线对齐。在这个阿修罗、蜥蜴人一族发现地球之后呢，他们就逐渐从各个星系聚集过来，然后定居在这个3飞城里面。之后他们就开始沉溺享乐
这个阿修罗的邪恶本性就再次显现出来。接着他们就开始进攻地球，奴役人类从天下来，说不定他们就是以诺之书传说中的天使，和人类一起生了巨大的巨人之类的。而且吠陀经里面还记载，他们向天人发起了攻击。地球上另外一批外星人是天人一族天龙八部嘛。当这个阿修罗势力变得非常强大之后，天人因陀罗和其他天神又感到特别的恐惧，赶紧去找梵天求助。这个梵天就说，你们要得胜就去找湿婆吧。然后这个湿婆就给了天人一族一支箭。接着这个天人就等待时机。当这个三飞城在宇宙的轨道上开始对齐了之后，经文中就写道，湿婆神取了一支由所有神精华锻造箭头的箭，一发射出，3座飞行城市瞬间化为灰烬。那道光如同1000个太阳同时升起。1000个太阳同时升起在宇宙之中，大家听起来像不像核弹爆炸？原子弹的创造者之一奥本海默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摩诃婆罗多薄伽梵歌中的那句，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上古时代外星人的核战都记载在摩诃婆罗多里面讲的都是几万年前的故事。最近我的频道里面来了很多新朋友，如果你想理解人类史前的故事是如何记录下来的，建议先看一下我讲的梵语那期节目，看完之后你就会明白，人类祖先曾经组成了人体区块链，可以背下几千万组的经文，而且几万年都不会被遗忘，这些都是真的。讲完古印度的记载，我们再看一下圣经。圣经新约启示录里面预言，未来耶稣再次降临之时，就会有一座无法想象的巨大城市，神之城降落地球，叫做新耶路撒冷。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12000斯塔迪亚，长宽高都是一样。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新耶路撒冷非常奇怪，它是一个立方体，按古代罗马标准计算，这个城的每一边都是2400公里长。这个城的中间它是有一个光他说是神，不知道它是不是什么能源或者是能源产生的意识之类的。而这座城一旦降临地球，整个北美洲都会被其覆盖。而且如果这么大的城市如果降临地球根据万有引力可能会影响地球的潮汐。所以在启示录中就写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在降临地球之前就会有大地震出现。我又看见地大震动，太阳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像这种外星人战舰的故事，在古代都是圣经经文在现代都是这个 CIA 绝密档案。我曾经讲过 CIA 的一个档案叫做水瓶座计划，里面提到有一个叫做埃迪佩治的人，里面就记载他曾经因为重伤被昴宿星人接上一座巨型的母舰治疗，醒来之后他看到了一个外星人叫做维胡尔，然后他就问，你们这座船有多大？维胡尔微笑，然后就回答说，以地球的标准来看，它非常大，长34公里，宽13公里。还有一份非常著名的接触档案是瑞士农夫，叫做 Edward Billy Mayer， 他在1970年代也是被外星人绑到一个飞船里面，他还见到了这个舰长叫做普塔，然后他说这个外星母舰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球体，直径是17公里，里面容纳着一座完整的城市，居住着144000居民，而且里面有完整独立的生态系统，绿色的田野、树木、灌木、花卉，还有人造的天空、蓝色发顶的穹庐之类的，全都有。中心城市的高度相当于地球上的珠穆朗玛峰。这里面提到的一个数字就是144000这个数字就是圣经启示录里面记载的一个数字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所以综合以上分析，五角大楼档案 Francis Swan 太太的案例这一切巨型的飞船、外星舰长之类的，这都不是空穴来风一切都太诡异了，一切曾经都有记载。那么这个外星人为什么要在1950年代集中来到地球？那个年代到底在地球上发生了什么，引起了整个星际文明的关注？还有哪些人接触到了外星人这个问题我会在会员节目里给大家详细讲解，里面还有更大的秘密。我现在已经下载了五角大楼所有档案，也会放在会员节目和大家分享。
点击加入和充电即可以成为我的会员，选择太阳系护法就可以看所有的会员影片。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